你还在用提款卡领钱吗？现在开始用你的智慧提款，地球仪、法国聪明9分打玩水。每集邀请5位高手进行最强大脑的战争。我看你的题一个都答不出来，我都要拿到。我是这里面最聪明的，你就看我表演了。 5人厮杀，直到最后一位生存者。Make some noise！ 我的 ATM 好歹挑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欢迎来到拜托 ATM。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未来银行里面的金库存了很多钱，希望各位用智慧来换取现金。今天的主题厉害啦，才高八斗，剧场殊死战。剧场对，有哪几个不认识的？首先介绍是陈雅玉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还有我们的小玉。为什么两个一起介绍呢？因为他们是诈骗集团成员。是的。来这边。哎呦，来，请讲一下。我们即将在3月初呢，我们要巡演我们今年的我在诈骗集团公司上班。哎呦，对，这是音乐剧。对，那你讲一下故事。对，这是一个改编自台湾原创的漫画 IP 的音乐剧，然后它是一个黑色幽默喜剧，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内容以外，还有很多的歌跟舞，我们在里面大爆跳，而且小玉还会展露她的身材。对哦，好，我们希望你大家去看一下，轻松一下啊。好的，接下来唐崇盛，祝鹏哥，这是剧场之宝啊。对的，是，你要分享一下舞台经验，有没有临时最好笑的事情？我睡着，在台上睡着，台上睡着吗？睡着，为什么？那场戏因为拖太久了，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台词，然后我唯一的台词就是你是啪就昏倒了这样。结果那天就是我剧中我是被人家下了安眠药，对，所以我就在那边睡觉。那个沙发又很好睡，然后那几天我们彩排加演出又很累。赵自强跟那个李立群大哥2个人在对话又对话了快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有一个 Q 点叫做委员。立法委员了，委员，那强哥啊就一直看什么这个不行，委员，然后用吼的委员，我是吓醒，然后我知道有问题了啊！台下国家剧院嘛，满满的1800个观众，我就我还来不及，啪，可以继续睡了，打得很惨。对，我还被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剧团团长郎祖云。哎，宝哥好，沈哥好，大家好。30年的舞台经验，就刚好最近完成了一个课程，对，突破心防的沟通术，对，就是一般的课程我们讲沟通跟谈判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位老师，他是这个就是那个辩论的专家，所以就加上我这边的，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讲话，你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以及情绪的整理，再用这一套逻辑分析去跟别人沟通跟谈判，就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所以它里面就是有我们表演的成分，再加上这个课呢，头尾都有状况剧，因为现代人很多是看剧来了解，所以我剧团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嘛，所以我们前面就会做跟这个主题相关的状况剧，然后大家看到，哎，对我真的遇到这样的困难，所以有30堂课，就是集结了辩论跟表演角色扮演在里面，所以突破心防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是梁书涵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樱花季的代言人哦。对，我在最近呢，就是发表了我的新歌叫《粉红泡泡》。那《粉红泡泡》呢，也是高雄樱花季的主题曲。那高雄樱花季呢，会在3月22号到24号，总共有30多组的艺人，包含了日韩艺人都会轮番上阵为大家演出。然后在这个场域里面呢，就有5大浪漫场域，不只有听音乐的，然后有吃的喝的，然后还有樱花造景，反正就是整个是设计好给大家一起来玩。高雄樱花季，欢迎大家去哦。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，首先介绍新闻美女主播林佩杰，主播呢是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硕士。接下来介绍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鹏老师。启鹏老师又来了，他是社会科的补教名师，欢迎老师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第1题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，欢迎大家来到拜托 ATM， 请大家转身
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金库，在这一回合准备了5万元的存款。那我们在这一回合要努力的提领，要怎么做呢？待会如果问问题之后呢，瓜哥说请抢答之后就抢答。那抢答的时候，每回答完一个问题的话，讲出一个答案就可以累积2000元，马上进到你的账户里头喽。那这一回合准备了5万元，请大家加油的抢，抢完为止。是。第一题呢，我们由陈启鹏老师呢来担任对或错啊。那第一题，请出题。爱情让人受尽委屈，请问中国古代有哪些故事主要是在描述爱情？请注意。好快！郎祖筠不行哦，不能再按喽。好，请抢答。好的，雅玉啊，这我抢到了吗？来，请说。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有没有？答对了，恭喜！谢小玉，来，请入账2000。是的。安内有2000啊了，进入你的账户了啊。小玉，《白蛇传》。白蛇传有没有？答对了，哎，恭喜！请入2000。唐崇盛。2个人爱到不能在一起，然后最后都变成蝴蝶，跳到坟墓里面的。对，梁山伯祝英台。梁山伯与祝英台有演过这个舞台剧吗？有。哎呦，以前我演49。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绝对有的。这个有的，哎，还2000。郎祖筠，《西厢记》。西厢记，对或错？答对了啊，请进账2000。谢谢。这样很快就被提光了。来，舒涵。七夕的由来，牛郎与织女。牛郎与织女，对或错？答对了，2000。回到我们的雅玉。妈，我会的都被讲完了耶。啊，这样结束了。还有很多。停。他已经结束了他这一回合哈，钱还是留2000。小玉，哇，我这个应该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真的小说，我只看过他的剧而已。没关系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这是古偶剧吧？但它主要的文史有这个吗？应该有吧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我还能十里逃生呢。请公布。答错了，答错了，这是现代人写的。他怎么会讲三生三世有这个吗？因为他看过吧。看这一部剧呢是现代小说虚构的故事，它并不算我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如说七世夫妻呢，对吗？哎呦，你就跟别人讲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很多。啊，真的吗？唐崇盛，武家坡。武家坡，上坡下坡的坡，那是他就是在讲那个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，薛平贵回来，不然我如果改个说法，那个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，你刚讲过了，哎，没关系，你讲过，可以，这个是可以。哎，老师，对或错？答对了啊，好，4000哦，郎祖筠，孔雀东南飞。孔雀东南飞，可以稍微讲他的故事吗？可以，就是呢，这个焦家呢娶了这个媳妇儿，但是呢她是寡母哦，然后他寡母非常不喜欢这个媳妇，所以就处处作梗。对，但是这一对夫妻感情非常的深，然后最后呢，当然这个悲剧的走向就是这个妻子后来就离开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他的先生呢郁郁寡欢，然后就是好像孔雀飞离了一样，这就其实在讲婆媳问题很严重的，对，但是他们两个的爱情呢坚如磐石，另外一个呢，然后情比蒲草。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在讲这个爱情故事。孔雀东南飞，孔雀东南飞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有的。老师还有补充吗？孔雀东南飞啊，是在讲那个焦仲卿跟刘兰芝的故事。对，那他们其实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就备受阻挠。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的心有戚戚焉呢？是因为古代的婆媳问题非常的多，即使时至今日，大家还是觉得古代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自己身上。董永与七仙女算吗，老师？董永与七仙女，对或错？
答对了老师为什么考？其实董永跟七仙女的故事啊，它其实是有别的名称啊。那不过这个故事呢，董永不是卖身丈夫吗？他是卖身丈夫没有错。然后就是因为他卖身丈夫，然后被织女看到，织女觉得很感动。那这个故事在戏剧里面叫做《天仙配》。天仙配，对，歌仔戏也有啊，天仙配。很厉害。来，请加2000。他们2个都不能动了，在唐崇盛。那个《倩女幽魂》。可是古代耶，《聊斋志异》里面好像是出自《聊斋》写的。对，但因为《聊斋》有太多篇，它不是全部都有那个，然后有一些比较那个灵异啊、牛鬼蛇神之类的。但针对这一篇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，就《倩女幽魂》嘛。对对。聂小倩是叫聂小倩吗？叫小聂小倩，可以这样子，还可以。不能互相试验。聂小倩对我说这个故事了，答对了。来，他故事说对，只是名字不知道。来，增加2000。就不能再提示了，搞不完了。来，该你了。他讲《倩女幽魂》，我讲一个正确的名称叫《倩女离魂》。离魂。对。另外一个故事吗？不同的故事，哪个离？离开的离，离魂。对，他是鬼嘛，我这是生魂，因为他爱上这个人，他不能结婚。这女孩子，这个倩女爱上了一个男的，然后她因为不能结合，但是她真的爱上他，所以她的生魂就跟着他去生活了好几年。然后那这小姐在家里面就病恹恹的，治不好，一直到后来家里有人看到那个小姐在别的城市出现，就觉得莫名其妙，结果一查就把那个小姐要带回来，结果那个出去跟别人结婚的小姐被带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自己走到房间里面，看着躺在床上的自己，他就慢慢躺下去，他的魂魄、他的生魂跟他的身体才回来，这叫倩女离魂。倩女离魂，对或错？故事，对啦。那提名字是？对，那这个名字叫做《牡丹记》，它也叫《还魂记》。对，还魂记。所以讲《还魂记》，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了。再增加2000。梁书涵。可能要先淘汰了。讲想见你吧。金瓶梅算吗？金瓶梅就是武大郎、西门庆那个三个。不是爱情，那只是一堆。那个是色情还是奸情？是色情跟奸情。可是有结婚总有爱情吧？至少以前结婚不见得有爱情。没有那个，他也最后爱上武大郎不是吗？武松嘛。应该是那个潘金莲爱上武松，但是武松并没有办法单恋，受尽委屈啊。对或错？答错了，不是爱情小说啊。我还玉蒲团。大哥，你知道太多了。没有，最近太多了。最近才看到第4集而已。可是我觉得玉蒲团比较有爱情的味道，比起那个。你看账面上还有3万，剩下你们2个能把它提完了。唐崇盛来。孟姜女，哭倒万里长城，对或错？答对了。增加2000，8000哦。哇，张楚云。太真记或者是叫马尾坡。马尾坡讲的就是杨贵妃被刺死。对，马尾坡嘛，她在马尾坡上被3尺白绫嘛刺死嘛。那太真就是说，她后来传说她其实没死。他就变成一个这个修仙的人，太真记，所以他其实讲的是同样一个人。他好像变狐还是什么？对，都有穿凿附会一些了。对或错？答对了，真才哦。那我这边。我这边补充一下哈，那这个故事如果讲一个大家会更清楚的，就是《长恨歌》。对，只是这个《长恨歌》算是叙事诗嘛，那后来改编成戏剧之后，就变成叫做《长生殿》。那为什么称为长生殿？是因为长生殿就是杨贵妃洗澡的华清池，对，所以后来剧名就是叫做长生剧，是长生殿是因为唐太宗就到华清池那边思念杨贵妃，所以后来感动织女之后，就让他们2人在月宫中相会团圆了。好，再加2000。霸王别姬，霸王别姬，对不错。对啊。古代故事。来，请说。
因为《霸王别姬》这个故事呢，基本上其实是在衬托项羽的丰功伟业啦。那他这个《霸王别姬》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桥段，并不算是中国知名的爱情故事。对，来剩你一个了，郎主任，尽量把它抢。好，那个《霍小玉传》。登好，为什么自己要登？那请继续增加2000，增加2000，哇，到达1万了，请继续，还有24000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那个，哎呀，时间停。其实还有，就一下想不起来。第1轮里面，我们来宣布奖金。目前雅玉跟小玉双玉都是2000，聪聪哥8000，郎姐1万，舒涵4000，目前郎姐以1万领先。是，我们请老师还有补充哪些？好，那其实呢，在中国4大爱情故事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、孟姜女，还有白蛇传以及那个牛郎织女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这4个到后来对后世都产生重要的影响。像梁祝的那个故乡啊，山东，后来梁家、祝家还有马家都互不通婚，就是怕重蹈覆辙。那至于孟姜女，后来是到地府要去找先生的时候，发现先生已经投胎了，于是她守在奈何桥，希望等到她先生。那后来地藏王菩萨就觉得很感动，让她给游魂灌迷汤，久了之后就变成是孟婆汤。这是孟婆的由来之一。有人就说是孟姜女。那至于这个《白蛇传》，大家都知道是最后是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下。那其实雷峰塔比白蛇传的故事更早建立，但是他后来倒塌了，也是跟白蛇有关。原因是因为当地百姓认为说，白素贞被压在底下，一定法力高强，我去抽他2块砖头来去那个磨成粉当药喝好了。结果这样抽着，雷峰塔就倒掉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磨成粉。好，谢谢老师的补充了。接下来进行第2题，第2题呢就由美丽的林佩杰主播来举签或叉了。第2题，请出题。政府发钱喽！请问2024年政府提供哪些补助让民众申请？拼抢了，梁淑涵。生育补助。生育补助对或错？恭喜，来加2000。租屋补助。租屋补助对或错？有的。恭喜，也增加2000。小玉，国民年金补助有，增加2000，还有，增加2000。唐崇盛，那个老农补助，老农津贴的补助，老农补助对或错？恭喜，增加2000。旅游补助对或错？也有，来增加2000。还有吗？感觉政府对我们不舒涵，节能家电补助。节能家电补助对或错？也有，恭喜，也增加2000。增加2000。雅玉看起来是不需要申请补助是吗？艺文补助。艺文补助对或错？有的。就表示要看你们剧也可以补助嘛。有文化币什么的，文化币还有青年文化币。对啊，这个不是艺文补助是什么？来增加2000。小玉，来接下小玉。电动车补助。电动车补助好像有吧？电动车有，电动车有，记得有。对或错？鼓励民众要换了。对，电动车。好紧张。唐崇盛。好，我们先加2000。先加2000，6000。勇哥。那个有一个，那个叫什么补助？青年创业贷款的补助。青年创业贷款补助对或错？恭喜，增加2000。我们剩3个答案喽。看哦，航空只剩6000喽，所以还有3个答案，尽量抢哦。是的。郎主任。教育补助。教育补助对或错？教育补助可以细讲是什么补助吗？学费啊，然后就是学费啊，或者是助学啊这一类的，助学贷款的。对或错？
有的，恭喜增加2000，剩下4000还2个名额了哈。舒涵，有一个瓦斯炉。不是瓦，就是那个瓦斯变成的那个，就是你要换成天然气，就是你把旧式的那种瓦斯换升级成天然气那些的补助。对或错？有，讲得好细哦，来增加2000，最后2000了。好，雅玉，低收入户的补助有吗？对或错？啊，这个最基本的，有这个最基本的吧？都没想到。对啊，增加2000。同时呢，我们第一回合的5万金库拿光了，厉害厉害。那我们先宣布他们目前的存折里面的奖金。陈雅玉目前是8000，小玉6000，聪聪哥12000，郎姐14000，舒涵1万，目前是郎姐14000领先。但是我们请我们的美丽的林佩琪来稍微补充还有哪些？其实呢，刚刚没有讲到的，包括还有机车驾训班的补助。对，你只要去上了驾训班，那同时你也考取了驾照的话，就会有1300元的补助。对，那刚刚有讲到的，包括这个瓦斯炉，还有这个瓦斯的相关设备呢，是住宅燃气的一个补助。你只要购买的是1、2级能效的，就最高可以补助3000元。5万块既然领完，我们就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进行赢者全拿。刚刚那一回合是我们从金库里面提领钱出来，这一回合不一样哦，是我们存钱到金库里面。那这次呢不用轮流答，是出了一个题目，有 A、B 2个选项，大家同时作答。那这一轮呢会一样一个慢慢淘汰，最后这一轮所有留下来那一位获胜者，所有的钱都会入账到你的账户。OK， 来第一轮的第一题，请出题。购买舞台剧门票时，会看到作品旁边标注“封箱”2字。请问，封箱是指什么意思 ？A. 作品最后一次演出 ；B. 作品门票已经完售。请作答。这个如果再选错，就不用待了。大家都是剧场人啊。对啊，会是最后一次演出吗？不全然，就是他像京剧行传统的话呢，他在过年前会封一次箱，就表示我们今年演完了，我要过年了，等到过完年他再开箱。就是意思说，这个戏不是从此绝版的啦，只是目前为止暂时可能停。但是他也有可能就是我从此封箱因为以前都没有那个化妆间嘛，都是带自己的衣箱，衣箱里面就会有那些头面啊、首饰啊。自己要用的道具啊、化妆品，所以那个箱子我不再开了，叫封箱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作品的最后一次演出。刚刚郎姐说的没错，以前呢封箱是指岁末年终的时候啊，大家把东西道具啊跟一些布景啊或是戏服都收好，等到来年重新开箱再演。但现在呢往往是指一出作品多次演出之后差不多了，来到最后一场演完之后呢，就将服装道具整理归箱之后，该作品就没有要再演出喽。来，请增加5000。来，接下来进入第2题，请出题。丹田发声能让声音传得更远、更好听。请问，下列哪个动作能够帮助丹田发声 ？A. 肩膀向上提高 ；B. 小腹用力收缩。请作答。5个都选 B 耶应该是说唱歌，它其实是用全身的力量，可是肩膀这个绝对不能用，因为你一肩过来，你的可能是因为气流要从你的身体里面出来，它其实是要顺的。你这边一抬起来，你后面的颈椎啊，可能就会压迫到你出来发声的地方。如果你唱那首歌呢？哪里来的风歌？怎么办？那个瓜哥，你好像演错了动作，因为哪里来的罗罗可应该是这个。对，他比较跟肩膀有记错了。比，他也没唱啊。经典嘛，对不对？回忆杀，这个动作是京剧来的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
B 小腹用力收缩，刚刚说的都对。如果你肩膀这样举起来，根本不可能嘛，不通气，你整个很紧绷，怎么能够好好发声呢？而腹部用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，我们要试着运用臀部的肌肉下拉，然后带动腹部肌肉运作，感觉腹部有收缩，这才是比较有效的。讲话也是要用丹田啊，对，这是正确发声，不然你喉咙很容易哑嘛。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上过郎姐的课，真的。然后她说要怎么收缩呢？就是你感觉有人过来送你的，有收缩吗？有啊，有哈，对，讲，我还不是，我肛门没收缩，有发生的，增加5000块，来1万块了啊！还有第3题，请出题。根据国外一项针对鼻型的心理测验显示，鹰钩鼻的人通常具有什么特质 ？A. 可为理想牺牲奉献 ；B. 钟情专一怕老婆。来，请作答。好，张宗盛，好，选半天，为什么选一个 A？因为他在看别人的面相，他刚刚一直这样看小玉。我在看小玉啊，他的鼻子让我印象很深刻。对，然后小玉应该不是鼻这种型的啦，啊？不是，有些话不要在这么面前讲。我是很怕老婆的人。啊，对，不是，你是很钟情专一，会不会怕老婆我不知道啦。我是讲重点是钟情专一啊。但是我觉得那个鹰钩鼻的人特质就是，我看到小玉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为理想牺牲奉献的，因为他偶像团体出来的嘛。然后在那个我在诈骗公司上班里面有精彩的搞笑的演出之外，还有他还要扮女装，我只能说那个女装，哇，他穿上那个芭比的那个衣服是有多恶心就多恶心啊！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要一个有偶包的偶像团体的，这么又会唱歌又帅帅的，你要这样牺牲，我觉得不是为理想牺牲，那是为金钱低头。哦，果陀的这个酬劳这么高啊？没有，好不好？那我会选 A 的理由，纯粹就是我不觉得你钟情专一，不觉得你怕老婆了。没有啊，那你讲刘德华呢？对啊，样本数也太低了吧，一直看着小玉。可是刘德华其实不太算鹰钩鼻耶，他有这边，他没有，他只是这里有一个段，但是他没有勾下来，勾不起来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可为理想牺牲奉献。原来我是这种人啊！我是这种人啊！聪聪，你为什么答对这么惊讶？没错，你其实就是为了理想牺牲奉献的，但你的理想就是钱呐。对，这是证明了你的理想就是钱嘛。那先来解释一下喽。鹰钩鼻的特征呢，其实它不见得弯很多，只是在你鼻尖处有一点点弯都算鹰钩鼻哦。通常有这样子鼻型的人呢，富有创造力，而且无私。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，也许是钱啦，也许是成功啦，也许是家庭都有可能。你会为了这样子一个理想牺牲奉献，为了捍卫你自己的梦想，不惧怕冒险。现在不是为了家庭来牺牲奉献吗？对呀，不然扮女装干嘛？对呀，麻烦你到那个女人区那边做。这一题我答错，我很甘愿。对，谢谢你帮鹰钩鼻解释了这么多。来，请坐好。有4个人答对呢，增加4000。哇，一下就14000嘞！这一轮精彩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台湾诈骗猖獗，去年获报的诈骗金额总共高达73亿。根据调查，台湾人最容易被哪种诈骗简讯诱惑 ？A. 网购资讯核对 ；B. 提供免费赠品。请作答。好，有一个人不一样了，舒涵。我想说，因为那个诈骗其实蛮多长辈容易被诈骗，那他们比较直觉啊，你要送我这个，谢谢，很开心的就把自己的资料给出去。所以我想的是，应该说比例上来说，长辈那一区可能 B 就会占比较多的人数这样。对，可是真正会用电脑买东西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哦。长辈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购买的方式，因为看得到。对。Sandra， 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提供免费赠品。其实呢，
2个都有上榜，但是最多的其实是提供免费赠品这样的简讯诱惑，大概的趴数是有到41%，这么多都会被诱惑到。那其次才是资安风险，比方说你的密码被盗用啊相关的，所以2个都有，只是比例不太一样。大家还是这么贪小便宜哦。因为只有1个人答对嘛，增加1000。哇，我们都要。15000了，其他都答错了嘛。15000，请进入梁书涵的账。直接变成25000。好，太棒了！小雨，请回来啊，可以回来了。刚刚说要3轮，这只是第1轮而已啊，大家还有机会哦。好，我认真，继续加油。赢者全拿第2轮，请出题。才高八斗是比喻才学极高，其中的斗指的是什么 ？A. 成绩 B. 容积，请作答。好，通通写的是容积啊。最初它应该是指容积啦的单位，然后像我们这个101的建筑的一个概念，我们有没有看到像那个 T 字形的倒放的，倒放叠下去，它其实就是有8层。它就是讲才高8斗，叠上去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孔方胸，一个方形，外面一个圆，它就是钱币，又招财，然后又才高8斗。但是它有一个意义象征，好像竹节啊，节高升，节高，所以他们讲的是容积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容积。才高8斗这个典故呢，是当时有个文采很高的人叫做曹子建，有人就称赞他说：“哎，天下文才有1担，一担呢等于10斗，而曹子建就占了1担10斗里面的8斗，所以就代表说，哇，这么大的容积里面，你自己就占了4/5啊，是才华多高。所以其实斗呢是古代计算容积的单位。还5个人答对，来，请入账5000。哇，很快耶！来，接下来继续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做不同的脸部表情会使用到不同数量的肌肉，请问做什么表情比较轻松？因为用到的肌肉比较少。A. 皱眉 B. 微笑，请作答。大家都在实验。哇，有2种不同的答案哦。皱眉感觉就是只用到这个抬头纹这个地方的。这边的一些小肌肉而已，它皱眉其实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这边的肌肉，可是微笑，这样子，你对我真好。咀嚼肌啊，然后你后面这边都要没有用到咀嚼肌啊，微笑没有用到咀嚼肌啊。哦，我都咬起来笑了。为什么？那就咬牙切齿了。好，那个郎祖筠是答 B 嘛？对，因为你这叫川字纹嘛，抬头纹。那你皱眉的时候，你看你要用到抬头纹川字这个位置，还有眉头的力量，跟眼睛这两边全部都拉扯，所以它用的肌肉。微笑只有这样啊，它甚至后面的肌肉都没有用到，它只用到这里嘴唇旁边的这一块肌肉而已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，千万不要打脸。一微笑，其实呢，皱眉我们以为很简单，它平均要用到的肌肉数量有43条，而微笑呢，平均只需要17条肌肉，所以呢，大家多多微笑，少少皱眉吧。啊，所以就不要忧愁，要开心嘛。来，3位请到忧愁区，坐在那边，哎。这题呢，总共2个人答对，请入账2000。剩下你们2个决胜负这一轮了，这一轮的第3题，请出题。在清宫剧中，常常会听到8旗子弟，请问8旗指的是什么 ？A. 8种身份地位 B. 8大名门望族，请作答。这个很难选，不好选，真的。为什么难选？我讲给你听，它有什么正蓝旗、正黄旗？对呀，那个都正的都是清朝，红白黄蓝，然后有正跟湘。对，那正的都是旗人嘛。收汉军是没有，汉军就不是在旗里面，他们是8旗外，但是也有特例。对，因为我是镶红旗啊。
哦，对，所以他刚刚很难讲，是8种身份地位还是8大名门望族？他在考虑这部分，对不对？这有点难选。像我们家是因为我们这个姓很老，就是文钮祜禄这个姓，我们家是从辽金就有了，所以我是非常老的姓。辽金就是还没攻打北京之前就辽金，就是宋朝的时候就有了。所以而且我们家这个姓氏算是8大姓氏里面最老的一支，其中一支。钮祜禄，对。对，电视常常演钮祜禄氏，有时候就是那个《甄嬛传》嘛，但是这个是虚构的啦。所以还有记者说我是甄嬛的后代，别闹了，我跟和珅都没亲戚，和珅就是姓钮祜禄。对，那为什么叫他和大人呢？满人入关之后以名为姓，他的名字叫和珅，所以叫他和大人，但事实上他姓钮祜禄。不能叫钮大人吗？钮大人，没有人这样叫，就是以名为姓。对。那你选择 B 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只是想说，身份地位不就是士农工商？可是因为他大家都，因为我是看大家就看剧啦，其实我没有那么了解。但是因为8旗，就像刚刚瓜哥讲正黄旗、正蓝旗，他们可能就是代表某一个什么挖沟族、什么挖沟族，但是大家可能都是丞相、宰相。我们就是满族，没有挖沟族，我们很满族。可是我一直理解的，好像正香、什么正蓝、正白的是应该属于旗人，香黄香可能那个是属于因为8旗嘛，所以它4个颜色就有正跟香，所以是8旗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8种身份地位。是8旗呢是8道颜色的旗哦，代表着8种身份地位，指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他创造的组织。它里面呢集军事征战、制造生产还有行政管理为一体，是一个完整的编制。是，再加1000。好精彩的局面哦！第2轮是8000，请入账钮祜禄氏啊，郎主。像比方说大家知道的《红楼梦》，他们家就是江南织造，所以他们就是管纺织布料。你看管的都不一样。3位起可以入列了，因为第2轮结束了嘛。接下来还有1轮哦，你们奖金还是有得拼哦，还有机会吧，对不对？还有机会，累计看能不能累积到你身上来就是了。接下来进入赢者全拿第3轮的第1题，请出题。家里的网路总是跑得很慢，可能是你放错位置了。请问，网路的路由器要放在哪里才正确 ？A. 柜子上方 B. 电视后面。请作答。好，5个都选 A 耶。好，小玉。因为柜子上方才有空间可以让它的信号发散出去吧，因为电视后面你都被挡住啦，就可能连就是比较远一点点的房间就收不到了，所以可能把它放在上面，它会四散出去，比较不会屏蔽啦。对，好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柜子上方，非常单纯哦。路由器你如果放在电视后面，那个讯号要先穿过电视才能发散出去，就会被挡住。如果你放在柜子上方呢，然后再把它抬高一点啊，这样子的 WiFi 讯号会比较好哦。是的，好，现在5000块请入账。你们存款有5000了，看谁拿走了啊？第2题，请出题。讲话的声音跟语调决定你受不受欢迎。根据统计，台湾人更讨厌哪一种说话方式 ？A. 讲话声音很大 B. 声音糊在一起。请作答。哦，这题很难哎，不好选。好，只有1个人不一样，小玉选 B 啊。这是个人经验吗？对我们，你说不定就是你就会。对啊，可能是对的。6000是你的，4个会淘汰。我只有我 B 啊，不然呢？我说不定6000都你的啊，说不定你会做3次那个。因为我觉得讲话大声现在还好，就是讲话大声我不会觉得他很讨厌，但我会觉得
就觉得他如果糊在一起，我每一次一句都要认真听的话，我会觉得很烦。我跟你讲，可是现在人讲话糊在一起，现在年轻人讲话糊在一起很习惯啊。而且我觉得这20几年，周杰伦他其实已经让我们很习惯了。我们会听他的歌，就是其实都会听他的歌都懂了，差不多都懂啊，对不对？懂啊。而且他说不受欢迎嘛，其实有时候讲话大声人其实也蛮受欢迎的。哪有？对啊，在餐厅隔壁桌，我这样在吃，我跟我家人吃一吃，哎。阿明啊，你唔知我今摆的，我今摆伫什么餐厅啦？吼，你看我边仔坐下，我边阿扁总统啦。我一听到阿扁总统，我就知道完了。那无可能，总统免食饭哦。哎呀，你唔相信？我叫伊甲你讲话好不好？来，总统。是的，我想，阿扁你好哈，我是对，讲话又吵，然后又没礼貌，然后直接手机嘟过来，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会习惯人家讲话很大声的那种哦，有时候是他自己讲话也很大声，对，他不知道别人大声。好，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声音糊在一起，这么来说好了，两个都让人不太舒服，但是有比例的差异。比方说，讲话声音很大，被讨厌的比例其实是73%，但是你讲话糊在一起，这个被讨厌比例是80%。是啊，其实也很多。怎么说呢？就比方说，你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，你讲话糊在一起，人家会觉得说你拽屁啊，没有也不敢问啊，也不敢重问他，对，也不知道他讲什么。对，那如果社会地位比较一般的人，如果这样讲的话，你就觉得哇塞，你胸无大志，你是不是很不认真生活？我不敢把重要事交给你，所以还有分这样子的。那阿扁总统有什么感想？是的，我想，即便阿扁是台湾国语，但是字字铿锵有力。我们务必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清楚明了我们的表达的方法，我们表达的重点。你讲对不对？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增加1000。6000，请入上小玉。你要去哪里？他提前入座，他想进去做是干嘛？他现在有什么问题？请阿扁总统讲一下他有什么问题。我刚刚答对是不是？有些人是我答对啊。你对。刚刚阿姐也做过了大概5分钟，我发现屁股一阵的酸跟热。有些人性向方面也许会被开发。刚刚做了2次，他慢慢的为了这个就做出兴趣了。再多做2次可能会做出性欲。最后来宣布他们的奖金。目前呢，陈雅玉8000，小玉12000，聪聪哥12000，郎姐22000，舒涵25000，目前也是今天存款最高的舒涵。那3轮决战之后呢，恭喜梁舒涵成为我们的冠军，25000块。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我们的冠军梁舒涵，最终进入我们的 Battle ATM。他们今天挑战金额呢是25000块，来提款卡。这里是你的提款卡。来，前往金库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金库的地方，请插卡。金库打开。启动金库。好，因为那么多钱，你可以提25000了。哇！但是要看密码的提示，有2题让你写。来，请出示密码。是的，是62画的到米兰逛精品啊，或是41画的高雄赏樱花。你要选哪一个？高雄赏樱花。你确定吗？我是来宣传高雄樱花季，所以高雄选樱花。来，41，请锁定。感觉会是什么成语啊？那62画你没有选到米兰逛街，我们看什么题目？来，请。好。哦，这个太难了吧？绫罗绸缎。这个太难了吧？你懂意思吗？就是这个4个字写完之后，你密码必须写在那8个里面。那我们看看接下来你选择你的题目，请拿起笔来。高雄赏樱花，请出题。姹紫嫣红，哇！在计时开始。先好，1。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字还不错哎哦。端正。哇，差。要清除掉。几秒？35秒，快40秒了。差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停，几秒？47，你还有，如果打错还有13秒。好，那个叫姹紫嫣红。我记得是差，对，12111309。请问姹紫嫣红对或错？错，是错在哪一个字呢？你还有13秒计时开始。40几、11几、24、11、13、24、你光算秒数就结束了。哈？哎，差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哈，不行啦！停，还有1秒。还有1秒。还1秒就等于没救嘛？对呀。差09111309，请公布对或错。错的，你还有1秒哦。1秒，我跟你讲，肯定是第一个字有错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计时开始，1秒。结束了。欺负人嘛？不是，可是他用60元，姹紫的姹是哪里了？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姹紫嫣红06121409。他错蛮多的嘛，哦。对，我的笔画都算错。都算错了，哇，这个字也不好写呢。可是你刚刚写那个绫罗绸缎，我看也挂点，应该也会全算错。总是看到才觉得说，哎呀，那个我搞不好会。是来，金库请关门啊！谢谢你，挑战失败啦。哎，虽然是挑战失败，但也学到一个经验呐。你连绫罗绸缎也是挂。对，这个因为不常写字嘛，现在都用打字注音啊，或者用说的，所以就错字一大堆。是啊，现在年轻人教写怎么写得出来？不过他字还算写得漂亮的。而且他有宣传到高雄樱花季姹紫嫣红，姹紫嫣红，还有我们的书也助力卖的不是课程，突破新房的沟通术。是，好，这边呢是诈骗，我在诈骗公司上班。是，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晚上8点锁定。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小丽，谢谢你，你好，谢谢，我想。